3月22号，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就发表题为“俄罗斯坦克正在遭受重创，他们在现代战场上还有一席之地吗”的文章称，俄军动用大量坦克和装甲车发动攻击，这再次凸显了他们在战场上的重要性。但由于乌军装备了大批单兵便携式反坦克导弹，俄军的坦克和装甲车遭受了损失。有评论就指出，俄军坦克的损失主要是在突进过程中缺乏联合作战指挥，没有步兵和空中力量的配合。如果俄军坦克得到步兵、火炮和空中力量更好的支援，他们就不会轻易受到装备了反坦克武器的乌克兰步兵的攻击。装甲车辆在战场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但他们要结合在有良好指挥的联合作战部队之中。即便是一直唱衰俄军坦克的美国，也仍旧重视坦克的发展。据《解放军报》3月22号报道，美国陆军将于今年夏季正式敲定轻型坦克的方案。美国陆军要求新的轻型坦克重量不超过40吨，以保证一架C-17运输机一次可运送2辆。实际上，美国最早就是说把这个陆军轻量化，他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不仅是坦克啊，你这种重型的履带式的这个战车，包括说是这个步兵战车和这个自行火炮，它的对后勤的依赖实在是太重了。所以说，它的后勤线就会很麻烦。可以看到，在这个战争之中，有大量的这个主战坦克被抛弃在路边，因为它已经开不动它了。不仅是坦克，它其他的重型装备也是这种情况。在对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中，俄军出动了大量的地面坦克力量，然而却没有亮眼的表现，反而被西方媒体唱衰，给反坦克武器打了广告。请教一下石先生，这是为什么？俄军的坦克机械化部队啊，实际上呢是特别军事行动中的主角，作用呢非常巨大。它不是没有亮眼的表现，恰恰相反，它的表现呢很亮眼。如果没有这些坦克装甲车辆，俄军呢就发动不了攻势。这也可以看出来，在现代地面作战中，坦克装甲车辆依然是地面突击的核心，没有哪一种装备能够呢取代他们的地位。至于呢，在作战中呢出现损失，这个很正常。那对方呢进行抵抗的时候，肯定是要打击呢，作为地面突击主力的坦克和装甲车嘛。特别是在城镇作战的情况下，那对方呢依托各种建筑物，可以呢去从不同的方向对坦克装甲车辆呢发起攻击，利用反坦克导弹、反坦克火箭筒等等，对坦克装甲车辆呢进行打击嘛。至于说战损方面我们现在要看到一个特点，就是在舆论战还有信息战方面乌方呢是占有明显优势的。原因是什么呢？西方在极力的支持吧，所以外界呢看到的都是乌方的宣传，以及呢西方配合进行了宣传，就显得呢俄军的坦克装甲车辆损失很大，乌方的反坦克武器呢很厉害一样。其实这是一种呢信息上的不对称。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这个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都是从空中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也就是说是以空对地，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降维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效果。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体系对抗或者说是降维打击不同作战域之间的这种对抗那么坦克作为机械化时代这种传统的武器平台它处于下风或者处于一种落败的这种结果，就不难理解。所以可以看出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觉得坦克在和刚才说到的无人机和这个先进的反坦克导弹对抗当中，恐怕一直会处于下风的这样一种态势。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目前陆上作战还没有其他的武器装备能够取代坦克。